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老李头测评。这次为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就是来自 Hot Toys 公司今天刚刚放出的这个现货，它就是蜘蛛侠英雄无归当中的上一个版本它叫猩红蓝，但是这一次官方给它的名字叫终极百荡战衣。这个名字挺拗口。实际上呢，我个人觉得它就是猩红蓝战衣，没有很大的区别只是它整个的这个战衣的颜色稍微有一些的修改吧，只能这样说。整体的这个面罩也跟之前的猩红蓝稍微有一些不同。因为我现在手上也没有猩红蓝了，只能凭我的记忆跟我以前拍摄的视频大致的去做一下一个区分。我个人觉得这一款颜色是我自己更加喜欢的，因为它更加的亮一点。整个的胶衣还是非常薄的，然后我打开来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小问题，就是我这个战衣这一块它这里跟包装，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塑封盒它没有很长的一块透明的保护套，可以看到这里已经被我用热风机已经吹得变形了。它这里跟战衣粘在了一块，粘了一小条，如果你硬撕扯下来的话，你这个战衣肯定直接报废了，要走返修了。HT 的售后大家也都知道，特别是这种限量的东西3个月起步，但是遇到这种情况的话不用着急拿热风机吹一下，把这个包装稍微吹软化，马上就可以给它轻松的取下来了，没有什么问题。好，言归正题，我们来看一下整个的战衣的质感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背部的这一个蜘蛛侠的一个标志摸上去还是非常舒服的，很立体。整体的这个线条走线还不错，但是整个的素体里面没有过多的一个包胶，包括腹部这里、腹肌这里完全没有，直接是一个素体在里面。这样的话它可动会稍微好一点点。整体比例还行，螃蟹手的话依然是有一点点。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缝线 ，HT 的这些包胶作品，特别是蜘蛛侠，对于缝线真的是出现过很多问题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一颗头雕的缝线，实际上也是歪的，应该挺明显吧？从头这里如果有强迫症的玩家的话，会觉得很不舒服。实际上我从远距离看还行，除非凑得非常近。这个线条走线还是有一点点的歪。然后我们可以看到手臂这里，右手这边的缝线很直，没有什么问题，看上去很舒服。但是你到了左手这里，来看一下，有一点点歪，线条不是非常的直。虽然说不是看得非常的清楚吧，但是凑近看还是挺难受的。整体的这个版型我觉得稍微瘦了一点点脖子这里缝线没有什么问题，包括背部整体看一下，战衣还是偏薄，在你做一些造型的时候依然是会有折痕的，这个是没有办法避免的。好，然后我们快速的来看一下它的一个基础可动。首先头部可动来看一下，抬头的幅度还算行低头很紧整个关节都非常的紧，左右侧头没问题。这个眼睛我觉得看上去还是非常舒服的，左右幅度不是特别的大战衣会勒得比较紧，所以不大建议去做很大幅度的一个头部的动作。然后手臂依然有一点点上抬的结构，上抬了以后呢，虽然说是一个耸肩没啥用，往下拉也有，手臂前倾没问题，后也可以。来看一下手臂抬举，很丝滑非常的高但是胶衣会有点风险每次动的时候呢，关节里面会卡住你的一些衣服把玩的时候说要当心，不要夹住，很容易坏往后幅度也挺大的。它整个战衣实际上比较宽松，可以看到你去动手这个关节了以后你这个战衣往里面缩了，就像你穿了一件非常不合身、尺码偏小的一个长袖一样你抬手的时候衣服就会往里面回弹。
手型跟战衣依然是有色差的，而且挺明显的。然后大臂也有旋转的一个空间，手肘部分我们来瞧一瞧，基础没问题，折痕的话还行吧，我折2次来看一下，勉强过关还行。然后来看一下胸腰可动，1段、2段、3段、4段，差不多4段。勒的还是没有特别的紧啊，而且你可以看到回正了以后，正面的这个战衣的折痕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小的，左右没有问题。侧腰，哎呦，侧腰有点难度啊，很紧，掰不动。好，腿部齿轮关节劈叉，勉强这样就行了。大腿也有旋转。前踢来瞧一瞧，这关节还是把玩起来非常舒服啊，90度不到。后踢也有，然后看一下折痕。脚部的话呢，因为依然是一个整体的，而且关节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松的，左右、前后。脚掌也有一部分的可动，但是不大，站立性是没什么问题的，接地性也还可以，不错。就是啊，这2块肩膀这2块会看上去有点不舒服啊，关节有点暴露，其他没什么问题。我个人觉得，单纯素体来说的话，跟之前出过的咱们的这个猩红蓝战衣，我觉得这一款更加舒服一点。好，主体我们就差不多看到这里了。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包装跟配件，特别是那颗新的真人头究竟做得如何。好了，兄弟们，外包装我们来瞧一瞧啊。这个风格的话呢，很普通，就是标准的猩红蓝的一个配色。来看一下，但是右上角它会有一个特别版的一个标志，因为它是一个限量发售的。一个抽拉式的一个包装啊，顶部是它的标识啊，正面的话呢，蜘蛛的一个标志，没有什么特别的。而且这个盒啊，我的压盒了，我没看清楚，早知道旗舰店看到压盒了，我就让他换一个。来抽开看一下，内部也有点压，背部 Spider-Man 标志，正面就是咱们的一个半开窗的包装。可以看到头雕替换眼啊，配件反正本来就特别少。战衣的话呢，怎么说呢，算是一个重涂吧。来打开瞧一瞧，很轻啊，没什么重量。打开以后下方是说明书啊，背后是一个经典时尚小地台，没了，就这么一点。好了，外包装的话呢就是这个样子。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它少得可怜的配件啊，是不是跟之前的没什么区别？好了，配件当然从说明书开始看起，迅速的过一遍啊。好，首先注意事项，眼睛的一个面罩眼睛的一个替换，可动眼的一个调节跟真人头雕的一个替换，然后就是咱们的一个身体的一个可动，手臂可动，腿部特效键的一个安装方式，这边是一个握持方式，然后一个单独的面罩，加腰支架，就这么一些东西啊。首先经典时尚小地台，没什么特色，配上一个软管的假腰支架。然后看一下手型啊，手型依然是蜘蛛侠的一个标配啊，给的基本上都是差不多的，之前的版本也是。首先一对造型手，手型的这个涂装单独来看的话还是非常不错的，而且也没有歪歪扭扭的，看上去还是比较舒服的。虽然说跟战衣的这个颜色还是有些区别啊。这边又是一对，两对土蜘蛛丝的一个手型，三对握持的手型两个，
然后它的一个面罩，这面罩我感觉比之前的都薄啊，非常的薄，还可以。手型上的2个替换键，去安装这个蜘蛛丝的。好，然后眼睛我们来看一下，给了3对啊。首先来看一下，哎，有点弄散了啊，1对。2对都是一个磁吸的，3对替换起来应该比较方便啊。我们先把头给拔下来吧。这个头说实话非常的紧，拔的时候要当心，不要直接去拔这里，握紧它这个脖子啊。现在是再慢慢的给它掰下来，记得不要用蛮力巧劲啊，上下稍微扭一下，给它抠下来。然后来看一下，给它替换上去啊。实际上这一个还是挺简单的，稍微按压一下，它就下来了，抠上去。这2个眼睛区别不大啊，咱们给它换一个。有指甲最好，直接可以给它卸下来。没有太大的特色啊，蜘蛛侠都差不多。然后就是咱们的重头戏，哎，来了，荷兰弟的这个真人头。这个真人头怎么说呢？我个人的感官啊，就是把之前胶发的钢珠 2.0 给战损的一些涂装啊给取消掉，然后弄了一个干净的一个脸。胶发的话还是非常不错的，依然是 HT 在线的一个水准，特别是前面刘海跟发根、发梢都是根根分明，看上去非常舒服。这个脸型的话，你要我说跟猩红蓝去做对比的话，我个人觉得这个脸啊，包括这个发型，我个人还是更加喜欢的。猩红蓝那一个有点大背头的一个样子啊，看上去我个人不大喜欢那种发型。这荷兰弟的面雕，我觉得还原度也还可以。脖子这里给它，哎呦，拔下来还非常紧啊！我从后面操作，因为你要去动它的可动眼的话，必须把它的这个脖子给拔下来。拔下来了也是一个滑槽，而且非常紧。这次出厂的时候呢，厂家也没有给你一个保护膜，稍微包一下这个脖子啊，没有。而且这个你可以看到，这个背后的这个战衣还滑下来了，它没有固定死。来看一下，它没粘住，稍微一掰可以看，可以看一下，一掰就掰下来了，非常的奇葩。所以有一点点上下不整齐，我有点强迫症，看着不是特别的舒服。可动眼的调节在里面。你也可以用手指去调节，来看一下，调一下眼神，确实跟钢珠 2.0 区别不大啊。实际上，如果你有之前一款猩红蓝的话，我觉得这一款啊不需要花钱去买了，本来价格也不是特别便宜，对吧？来，我们把头雕装上去看一下吧。看一下整体的这个感觉如何？这滑槽非常难扣啊！听到咔嚓一下，可以了。对准。好了，我们来看一下整体放上真人头了以后的一个样子，我觉得还是不错。脖子这里的这个缝隙也不是特别的明显，起码正面看还是非常可以的。昂首挺胸啊！最后呢，还剩下一些基础的这个特效件，这个特效件我真的懒得说了，每款都差不多，没有任何区别，就是稍微对吧？里面有一些造型铁丝，但是不能硬掰，掰的话会断，这我就不介绍了，敷衍一下了事。整体的这个把玩体验我觉得还不错，但是我觉得跟我玩猩红蓝没什么区别，
而且这一颗头雕面雕也没有说特别的惊艳。如果你做了一个完全新的一个模具来做的话，确实比较牛逼了，但这个还行吧。如果你之前没有买过猩红蓝，而且因为猩红蓝那一个本来之前特别版多一个大地台的价格本来就比较贵，如果你没有买的话，现在入手这一个我觉得还是不错的。但是它是限量，二级市场之后的价格会不会比较高，我就不大清楚了。因为今天基本上都是秒没，直接抢光，包括线下门店也是的。所以大家可以斟酌一下，也有可能猩红蓝普通版它会降价，到时候买一个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好吧？好了，本期老李头视频的话呢，差不多到这里结束了。如果喜欢老李头视频的话呢，不妨在视频的最后来个一键3连的支持，你们的支持是我做视频的动力。OK， 本期的开箱把玩迅速的就分享到这里了，因为没有太多能讲的。OK， 今天就到这里结束了，下期节目再见了，拜拜。